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立法委员王一川，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政学教授范世平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桃园市议员林涛，五哥好，大家好；桃园市议员被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好，那对于韩国院长好从美国回来，风尘仆回来以后，当然就告诉你见了多少的一些的人，然后呢也很感谢这些，但大家当然重点会摆在在美国的时候，那有聊到无人机这些吗？那当然韩院长回来，那在感谢所有的过程当中没有提到这一块，可是这一块毕竟在未来来讲，对台湾来讲，你从俄乌战争来看的话，当然大家都不希望发生战争，但对自我防卫来讲，似乎是重中之重，好吧？那当然行政院提了2100亿的特别条例、特别预算，当然看起来莱茵这个地方是不是会提自己的条例呢？那金额还会再往上拉吗？但是不用特别预算，各方尬这个的同时，韩院长的态度会是什么？那对于蓝营里面又会是怎么样？好，那这是大家观察的一个重点。但除了这个以外，蓝白合之下呢，从竹北开始以降，是不是真的会可能出现一个破口呢？如果真的要讲到说所有大家的合作，对国人来讲的话，今天在北台湾。最起码上半天来讲的话，你只要太阳一出来，又是个暴热。但你从上个礼拜来讲的话，一阵的暴雨，连的暴雨。好，接下来看到那台北的淹水、内湖淹水这些地方，蒋万在看灾的过程，甚或发慰问金的过程当中，引起了大家很大的一些的争议。好，那这些到底未来来讲的话，对蒋万会不会有什么影响？跟选战又会有什么一些影响呢？如果要真的讲的话，任俊是这件事情到现在余波荡漾，包括发慰问金，说什么有4楼的人下来，然后遇到一个发，因为也是礼拜四应该这样的，严格说时间，礼拜四淹水，礼拜五蒋万一早甚或没有穿雨淋着雨到每个地方就开始发，而那所有的勘灾，包括什么 APP 啊，所有这些，为什么到今天大家还在讨论？我觉得当然是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水患的地方在台北市啦，特别讲的，因为其实平心而论台湾其实很多县市都有遇到淹水的情况，南部其实也有但我想对民众的感受就是说，如果我住的地方去年有淹、前年有淹、大前年有淹，都是真正做大水，我们家都是淹嘛。讲好。他可能在心情上面，或者大家讨论度可能没那么高。我觉得台北市是因为从之前的所谓的老鼠之乱，然后到后来这个蟑螂之乱，而且那个蟑螂还是因为下大雨跑出来的，一直到现在大家谈论在内湖内湖其实最早期很早以前曾经也有过淹水，但大直那边以前都会淹嘛。但是经过一些的这个截弯取直或者一些防洪疏浚的一些做法之后，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所以台北市在这一次内湖会被提及，是因为第一个它那个其实很多都是主干道，并不是小巷弄第二个就是说，他以前可能10几20年也没再遇过这种淹水的情况，他突然看到水就这么淹了所以这几天大家就一直开始在谈论说台北市的这个防洪频率或干嘛大家就在78、88，78、88，每天都在讨论这些反正台北市的河川呢，防洪频率是200年但是呢，如果是只有市区的话，我现在讲是针对市区就讲我们讲侧沟这一些，它的频率是5到10年的极其的那个防洪频率，所以不会到200年。可是为什么78跟88，就是说原先是78.8的那个那个流量就是瞬间这个每小时这个容纳的，结果也因为之前李四川曾经讲说在他的这个努力之下，把台北市呢提高到了所谓的88，又增加了10嘛。结果大家觉得到88好，那就雨量掉出来。我跟你讲数字那真的能够打击的就是数字结果现在各地调出来的话，李川的专家共有每小时累积的，每小时里面最大累积的，还有从这个小时到这个小时哪一段到哪一段的，每个说法都不同。但重点就是台北市就是淹水了，它就是淹水了啦所以呢，这个蒋万也不能说他都无动于衷，所以只有出现了您刚提到那个状况没有穿雨衣然后呢，这个走在那个路上面但我也必须讲就是说如果要按照这样要拍，如果要拍就拍得漂亮一点我的意思就是说往灾区走可能好一点嘛那一天大家看到那个情况，他都走在人行道上面。
有穿雨衣跟没穿雨衣，有穿雨鞋跟没穿雨鞋，有没有穿青蛙装，一点都不重要。因为你刚刚光看这个画面，你跟我讲他有什么必要性要穿着什么防灾的重装备吗？没有啊。给他受灾啊，拢无啥物件。而且大家会觉得就是说，你真正有受灾户应该是旁边的骑楼旁边的住户嘛。你看到这整个画面走到一个特定的地点，那过去看一下，其他可能没有。然后就从后面，人家这个民众这个随员吧，还是谁，对，就直接拿了一个红包。但我讲这个慰问，其实这都是政治学，好，这都是政治学。但问题就来了，你选择的那个时间点，有些人可能真的上班，有些人可能不在，有些人只有你蒋万安看到的时候，钱就拿出来发。那问题是，同样这一区里面还有人，其他有受灾的，他可能回到家里面发现那个奇怪，阮兜那来淡淡，那物件无去啊，那物件歹去啊，说哈，什么市长今仔日有来分钱，搬来无？早知道今天就不要上班了。也不是早知道不早知道的问题嘛，那发钱也不是这样发的，我们这边都有议员嘛，发钱你应该造册或干嘛的，由里长、由区长什么的，大家有个册子这样发嘛。那你感受不到我，是。这就是问题，你感受不到我直接拿给你的温暖，所以那一天就出现了有人感受到什么程度，你知道，连4楼都受到感召啊，也跑下来，结果也发到了1万块。现在开始就有人讨论了嘛，4楼怎么发？我必须讲如果他淹水，可能住12楼，他也有资格领啊，他也下不来嘛。就你变的是你的发放标准，在这件事情上面，你可能本来希望让大家觉得市长有一个暖心的感受嘛，那结果呢，这个暖心不见了，现在大家开始在追究嘛，就问说，那你钱到底怎么发的？你到底你准备了多少个嘛？对不对？理论上面来讲应该是这样，你要就是，其实老实讲，你不用现场发钱啊，你就是里长直接在这边，然后里长告诉你说这边有多少，你就直接照册就可以了嘛。但蒋万安看起来他要即刻，对，即刻不能再即刻即刻让大家知道他有感受嘛，所以你看到台北市政府现在看起来也动起来了。今天最多被讨论的就是台北市到底有多少的 APP。一开始说有这个啦，说这个水情提醒不漏接防汛防灾早准备就跟你讲说有水利局有一个这个 LINE。在这之前可能也没人知道说了这个加入这个 LINE 之后呢，哇，你就可以这个得到台北市最新的这个水情那这个响应台北市政府，我也去加了OK。那你加了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得到你看感谢您将这个设为好友。如果你觉得提醒的太吵你可以把它关掉这样子但重点其实这个都废话啦，重点是它下面会提供给你什么资讯下面会提供给你什么资讯比如说下水道的水位。那结果我这边就查还要回传我的定位还要。其实我老实讲，我现在为什么要操作给各位看一次，就是说，因为这个东西是要给普遍的台北市民所使用的。请问这样子操作下来，有几个人有办法操作？在当下最真实、最及时的情势嘛所以呢，他还要我上传定位跟我的这个查询回传我的定位到这边那我只能不断的去点这时候你会看到我们摄影棚的这个位置，这应该不是机密位置了然后这里面就会告诉你说，好，搜寻这些什么什么地方到位置资讯到这边了有兴趣的可以去操作了但问题就回来了大家现在开始我操作到这边，请问对我想知道的资讯有什么帮助？其实没有但我觉得应该回来看就说台北市政府现在它分2边在走一边是英委不断的上节目，告诉大家什么？你知道，不管你支流1、支流2、支流3、支流4，不管你怎么个支流，它就是有可能水下不去那个干道，因为他的讲法是先有溢流进侧沟，侧沟之后进干管，干管之后呢再进河川。现在问题来了，我们刚刚讲到这么大一趴，我相信对于这2天有被水淹到的，他只想知道一件事五下面最也阴嘛。就台北市政府在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做一个好的说明，你知道我们今天听了2个土木专家，其中一个坐在对面，还要跟大家解释那个什么即时雨量监测到底是那什么对不对？可是对于民众来讲就很简单，我在这边住了20年，他从没淹过，他今天淹了。而且淹的是这样，那一天大家在好奇说，台北市就算是淹水，也不应该是有黄泥色的水嘛，除非是内湖瑞光路嘛，因为它旁边有边坡嘛，那个头最短的出来嘛。但你几乎看到有很多淹出来的，全部都是这种黄色的泥水。好，你本来想要慰问，想要让大家觉得就是说我市长有感，现在看起来有些人感到愤怒了就觉得说你现在到底怎么发？因为有些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拿到嘛，他觉得你刚我拄到市长的口
啊，有的提有，啊，我的提无啊。第二个就是说，现在赶快推出一大堆的 app， 那我也讲一下，整合很难吗？你现在搞了几个 app， 你还有台北通，台北通有很多市民在用啊，台北通这边你也查不到，你也查不到，你还必须要登录他们专用的网站，那这是怎样？要营造 KPI 吗？我现在看起来，大家直接问一下几个问题。第一个，好了，虽然这几天已经听那个数字都听到耳朵生茧，78、88。连李四川都加入来告诉你说那个什么是5年计划这些，这个跟时雨量到底关系大吗？大到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真雨量真的爆大到你真的来不及宣泄，那也没办法。但那天淹水这些真的是因为这个样吗？第二个，你当过局处首长，那个一般如果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像譬如要发慰问金啦，或做那些，像那天那样的一个发法，以前有没有看过？像你不要笑，那天那个发法，你可以直接感受到啊。像那天那样的一个发法，以前有没有看过？像你不要笑，那天那个发法，你可以直接感受到啊，不是吗？是这样一个情形。李彦秋委员为什么接下来要排那个内湖的所有的相关的一些的视察？我想这样，这个事情第一个是专业者的讨论嘛，专业者的讨论这一块其实没有看到，大家看到都蛮片段的。第二个是蒋万安在处理这个过程中，这已经5天了。他的处理的态度跟他具体的行动了。第三个他自己弄出这些所谓的 APP 的这些危机了哈。第一个这些专业者的讨论啊，刚刚讲那个什么78.8，其实英伟这几天有出来解释什么1根吸管、2根吸管。这个概念很简单，就是说我们如果下雨啊，因为我们各地都有一个叫水位计水位计就类似一个量筒，那就插在不同的地方，那上面有刻度，然后那刻度就是这个雨水滴下来的这个状况。好，那我们因为下雨下来，假设下了1小时下了100，我们有另外一个叫径流系数，就是说它下来之后，有些会被土吸走，有些会蒸发，所以我们的径流系数在都市里头比较高，它可能下了100，最后呢被蒸发跟被吸走的只剩下这就还有剩下90，那这90就排到水沟里头，叫侧沟。那你排90进去，你就要侧沟的那个宽度啊、深度啊、那个容积啊就要很大嘛。李四川在讲的是说，我们要能够克服原来是78.8，现在是88.8的那个大小，就那个洞啊，要能够吃那么大的洞。那是逻辑上、理论上是要吃那么大吗？可是如果你下面的有淤积，那有淤积就比如说你淤积了50%，那你能够处理的就变成88.1的一半了。这大家都听得懂吗？所以你把水沟清一清，就可以回到88.8的设计嘛，就这么讲。那大家都在争执说，那到底是什么1小时1小时？一开始就四叉猫惹的祸嘛，四叉猫就闯了一个祸嘛。什么祸呢？他就用了大地工程处的，大地工程处的算法是8点到9点，9点到10点，10点到11点，11点到12点的整点，这是一种算法啊，没有错。大地处那个算法也没有错。第二个就是张委员讲说，这个水利处的算法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的算这个水是10分钟算一次，所以它可能是8点10分到9点10分，其实是最高的，不是8点到9点。所以台北市会出来否认说，四叉猫讲错了不是8点到9点，其实是8点10分到9点10分。问题是这很重要吗？对啊，对老百姓来说，淹了就是淹了。好，可是又有另外一种算法，一种算法是怎样？因为我们每10分钟算一次，可它可能最密集，那10分钟一次都下完了，那这10分钟可能下了20 mm 啊，就 millimeter 20，那它就直接把它乘以6，那就变120了，那所以你要用120，还是要用哪一个数字？哈，这个叫专业者的讨论，这个用什么方法大家都可以讨论，但是我没有看到台北市政府的专业者出来讨论，就是台北市的水利处长出来讨论，现在负责管水利处的副市长出来讨论，就是说这些专业者不参加讨论，然后呢就让搞政治人在计算这些东西，那大家就是各说各话。那第二个就是好，那事情发生了以后，蒋万安的那个态度，要发钱啊，要发钱要先去领钱吧，要去跟财主单位把钱领出来吧。那你领出来，你总要先写一个签吧，说我们这次要发300人，一人300户，然后一户1万块，总共要花300万，所以市长哪一天要带着300万的现金
去发。那请问财主单位要给你钱之前，要不要叫你造册？要嘛，就是我1楼啊造册，我可能不知道屋主是谁，可是我知道是某某路几巷啊，什么几弄的1楼就这一排，那有领走了就签名，有领走就签名嘛好，那谁知道这一户是不是住在这里的？里长嘛，所以那一天不是带了一个里长去嘛，所以里长很熟悉每一户嘛。那会出包是什么？会出包可能就是有一个人，他可能刚好去买早餐嘛，就看人个老个嘛，去了看人指定了不一班了分去，然后他就拿走了嘛。他可能拿回家，他也不知道，回家就譬如说，他先生问他说你1万块哪里来的？我刚都在讲话那分呢，分哪来？我们不知道的分了，说那个钱在今天被要回去。对。你没发没事吧？那我请问被要回去那个人会不会投蒋万安？钱都在我手上，你要给我要回去，搞不好媒体还找到我，我比给衰哈。我说他处理这些事情的方法很奇怪，好像没有一套标。可是你说台北市没有这种标准吗？我不相信。台北市这么大的都市啊，这立定啊、苦定啊，一些标准的程序一定都有了。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专业者不进来讨论，然后处理的行动跟这些态度，包括他去看灾的这些动作，真的看起来很不专业啦。好，然后就是为了耍帅，我也搞不太懂。最后讲到这个 APP， 因为就是他们说没有这个 APP， 让我就去加入了一个嘛，叫练练水利嘛。我加入的时候2000多人嘛，今天刚看15000多嘛，我玩得很开心啊，还被康仁俊吐槽说我加错了。说我们在讨论的不是那个练练水利，是另外一个。然后那练练水利里面有一个项目可以按到康仁俊讲的那一个，那就诈骗集团了。不是先给你一个吗？然后说你加入这个就可以接到那一个，要过很多关才会到康仁俊那个 app。这2天他都有发讯息礼拜天跟礼拜一都有发。礼拜天说西南气流对流旺盛会有短延时降雨，请各位注意下列3件事情：第一个要记得清水沟，第二个要记得放防水闸门，第三个请加入我的 LINE。我们吗？对，市民怎么去放闸门？没有，就是你家里要去装那个。有人家里有那种闸，捷运站前面都有。对，这是礼拜天的。防水的，对。礼拜一今天早上，又发给我了。想说怎么忽然间这么密集，又发给我，他说。因为南方气流旺盛今天下午恐有午后雷阵雨，请注意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记得清水沟；第二件事记得放防水闸门；第三个记得加入我的 LINE。就这样，然后现在都一样。然后现在这个 LINE 上面有15000个会员，我是其中之一。我相信他明天还是会传给我。我跟你讲，这个网站康仁俊刚刚讲那个网站，我刚进到桃园市的水情资讯网。桃园市水情资讯网做得很完整，非常完整。它有时降雨量的，有什么的，就是非常完整的这一个桃园市的这个，而且它那个界面它那个界面非常的友善，所以就长这样。然后呢，它有什么讯息公告与水情资讯什么资讯，然后它还可以连到这个中央气象局各式各样的资讯，然后你可以去上面勾。你随便点进去一个，比如说这个时雨量现在是哪一个最多，然后你把它点进去，它就会告诉你它的怎么计算，然后这个温度高就很多，这个就是完整的。对市民来说，这个桃园市这个就是完整的。那台北市我不知道搞什么鬼，花那么多钱那就讲说什么可能是频宽的问题，因为康仁俊讲的那个网站那个网站其实另外一个是的2024年建的，然后呢，2025年、2026年就是有一个积水的讯息就台北市积水的怎么情报的网站，2024年建的那个网站，资讯现在停在2024年，重点是他2025年有发包一个厂商，就是2024那个厂商，可是他的资讯还停在2024年，然后今年又发包了一个厂商，还是同一个厂商，可是他的资讯还是在2024年。然后内湖曾经弄过最精彩的是成功路，是2024年的。那我不知道你搞这个网站干嘛？然后内湖
曾经弄过最精彩的是成功路，是2024年的。那我不知道你搞这个网站干嘛？这个网站去年跟2025、2026也都花了预算去维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知道？还是知道到底这个市政府有多少这种网？那这个谁要去检核？谁要去检核这个有用没有用的网站？很简单呐，研考会。研考会了啊！当然今天包括这个李彦秀有带人去，李彦秀，我觉得李彦秀掌握资讯还蛮精准的。他今天找了这些单位去，前面2个是负责要出钱的，第3个去水利署。今天看到的新闻画面，他跑去哪里？他跑去内湖啊，这一个瑞光路的靠有山坡的那里，有山坡那里。为什么？因为这一次下来的水是不是都黄色？那里下来非常多黄色的水。所以他带去那里呢，水利署要负责，因为他特别讲说，这个山坡地啊，这个河川有中央管的，所以他找了水利署来，找了国土署来，然后呢，因为这个沈伯洋讲说清完之后会有卫生问题，所以他找了疾管署来，那因为那天前几天刚好又停电，所以他又找了台电来，然后他为了补助1楼的，希望1楼能够帮忙付一点钱给1楼受损的租税的，所以他找了商业发展署来。李彦秀这一条你就厉害了，你非常精准的找了一堆要钱的单位来，搞到好像这件事跟台北市政府无关，全部都是中央的单位来哦，就这样啦。中央地方当然大家都一起来努力啦，只是说我是觉得台北市既然用了比我们桃园的公务员啊都还要优秀，第一流的在台北市政府，你连这水的这网站这种用不好，还有康能俊对吧？读到朴素啊，创一个网站登录创17分钟，制作单位点我了，叫伊用2点上节目还没弄好。你看他会多沮丧，到那博士学位去去堆 K， 怎么会搞成？跟你讲一句不是吗？你给我登录不对？加油啦！讲话啦！台北市政府不应该是这个表现呐。刚才阿川在讲的时候，林涛有没有注意到赞美桃园的时候？林涛笑得蛮诡异的。对，林涛，你觉得那有2桃杀3士的那种感觉吗？就在这一次里面，有绿营的人直接，那绿营的议员啦，这些直接讲说，蒋万安几年来的人设，或是让大家看到那个，包括台北市所有的公务，在这一次一次破功，是这样吗？当然，刚才王一川委员特别提桃园哈，可是他的称赞我也是接受了，因为确实我们第一时间跟桃园市政府的水利早就第3级的开设来做应变。对啊，因为我再补充一下，因为这个网站是2017年就建造的，可是现在维管嘛，因为你们在讲说资讯的更新嘛，所以现在维管是现在的桃园市政府。对，做得不错啦，做得不错。那所以呢，其实我最近走地方，还有人跟我讲说，你看哦，那个民进党派王一川出来选桃园，他们现在不是派王一川 ，OK， 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知道，就是说今天他们誓师，可是那个热度还是没有炒起来。可是回过头来讲水利问题，刚才王一川委员其实他第一时间就讲到什么？他讲说，其实在整个的治水，不只是讲到那个我们讲到的短延时的强降雨，还要谈到暴雨的净流量、透水的面积，还要讲到雨水流出的抑制。说真的，台北市的这10年也在针对这个部分来做。可是你要去看哦，这个极端气候的严峻的程度，跟人口跟都市的发展，让它的不透水性增加。那基本上大家在讨论韧性嘛。那如果要讨论韧性，也不用讲那么复杂，就是回到这次短延时降雨，确实啊，过去的标准是78.8嘛，后来川博说应该我们可以提高到88嘛，因为韧性增加了嘛。可是你看内湖大沟溪100.5一个小时哦，然后呢碧湖国小96，甚至东湖国小是87.5。我说真的啦，以刚才王一川委员的标准啊，这些全部下在台南跟高雄，台南有没有淹水？高雄没淹水，有，而且台南还有一些区域被媒体推播说比莫拉克台风还严重。那请问他是这几年的韧性做不好吗？那你要不要同样去指责台南跟高雄？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短延时降雨，那不是用政治语言可以讲的。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能啊。真的不能因为沈伯洋他的选情，一直把蒋万安跟李世川要北基桃，从之前的打老鼠，现在又消配在一起。我说真的啦，这个就是叫打乱台北的团结，破坏台湾的团结。为什么？因为短延时的降水是全国的嘛，同岛一命，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你怎么会针对蒋万安在内湖特定的区域，然后来攻击他们？
打老鼠打灾情，我跟大家讲，这叫什么？就选情。打灾情就选情，民众是最不买单的。我发了一个脸书哦，在讲说这个现况，同岛一命，台湾的这种极端气候强降雨哦，你知道吗？短时间内2.3万赞。下面大家讲说支持蒋万市府赶快恢复市容，然后支持团队的团结跟加油。为什么？因为这是台湾看到的不分区域都可能面对的，你怎么可能挑台北嘞？虽然你们是在用灾情救选情吗？破坏台湾团结？没有，这个我刚刚就讲说要先进到专业者的讨论嘛哈。然后呢，我就没有看到台北市用专业者在讨论嘛。这很清楚嘛。你有看到水利处长出来面对吗？公务局长出来面对吗？然后这一个台北市负责的那个副市长，因为蒋安不懂这个，这很合理哈。一个市长可能不懂，包括刚刚林涛练的那个径流，可能那个径他连写都不会写哦，所以。专业者的讨论没有，没有人在用政治处理这一题。大家先把专业搞清楚啊！78.8、88.2能不能撑得住？这种数字其实对南台湾来说，南台湾脑袋没有这些数字啊，因为哪一旦卖饮水的话啊，他连那个孔能够弄多大都没有概念啊，不是说没有概念，就是说不奢求啊。台北市的人奢求说我这个水要多快的排掉。因为我们台北市是都市排水，是在都市里头排水。到了台南、高雄、屏东那些地方，不是都市排水，那个都乡村排水。那乡村排水就包括有很多的农田、很多的河流是帮忙一起排水的。像桃园就有很多的滞洪池在帮忙排水，它未必是都市丛林，可是台北市几乎都是都市排水。大家进入到专业者的讨论，我们现在只是在讲说蒋万安处理这件事情的态度，台北市民是不满意的嘛？如果台北市民是满意的，很简单，蒋万安第2天去到那里去的时候，那里的民众会跟他说什么？会跟市长说，市长，我知道你们很辛苦，你们也都常常来清，上个礼拜才刚刚来清啊，都已经清完了，结果还淹水。市长，这个我们没有怪你哦，清洁队也都很认真在清了啊，这个我们知道你们很努力啊的天灾啊，嘛不法度啊。应该讲这些嘛？可是我们看到的那个市民的反应是说啊，拢没来清啊，我到底要多20年啦，那么，这是市民最直接的反应，因为媒体不会去特别去挑哪一些画面嘛，哈，所以这个事情停在专业者的讨论。第二个是市民的直接感受，所以我才说蒋万安你要加油，你要加油，不要那么。防卫性那么强啊！一句话回应而已哈，就是可能王一川委员他挑台看因为我看到有一些市民也觉得说，市长来慰问他们第一时间，然后这么早的事，我觉得也是给予很大的一个加油哈。王一川委员他挑台看因为我看到有一些市民也觉得说，市长来慰问他们第一时间，然后这么早的事，我觉得也是给予很大的一个加油哈。第二个呢，你看我们李润秀委员马上在内湖做一个勘灾，希望中央跟地方一起努力。真的，我们是在救灾情，不希望民进党立委都在救选情。他2天我不是讲李润秀袂歹吗？我没讲伊讲的都准吗？这个对这个吗？我有觉得你有称赞我们桃园，我在讲沈伯洋，不要是救自己。基本无讲沈伯洋，你要讲他政治去。人是讲这李彦秀假搞，伊去盯到迄个都是假搞，都是但是讲完都是中央的事。而且李彦秀中央也要解决。人家说他前2天没有看到人，所以网络上开始有人在讲说，是不是又到美国还怎么样？好像第3天才出现，但事实上到底这第1天、第2天人在哪里？是不是出国？好像也都没有讲。然后再来，其实你说。刚刚讲了什么全部都中央的人去，那代表什么意思？就是代志你写在中央处理嘛，不是地方政府要解决嘛。所以光是带的人带哪里人，他就已经很清楚的帮蒋万安给这条无关的蒋万安的期待啦，这个是重要的事情。这就是李彦秀他的目的所在。一方面为自己，当然就是为什么前2天不见。对他后来有 po 说他当天什么又有去看灾什么那些。对，中央跟地方的资源跟力量中央跟地方不会全部都归给中央，地方也要一起来支持。这会怕扁。对，所以你就会发现，就是说，事实上。
他的那一招是高招啦，哈，看起来是有，但事实上就蒙拉给 C 口嘛啊，我出来了，然后我又把这个锅又推给了中央。那第二个是说，你说时雨量什么是从9点10分到10点10分，还是从9点到10点？我觉得其实你去争这个东西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样讲好了，刚刚有一个就是说他20几年，他住这边20几年都没有遇过淹水嘛，那我就不相信那一天的时雨量是20几年最大的，应该也不是吧？那为什么之前没有淹，那这一次有淹？我觉得这才是老人家觉得这奇怪所在，另一起都没在清哟。人家想要问的是这个，好，你这一次可以推给说时雨量，不是啦，是100啊，不是怎样怎样。好，那我就说。今年是超级圣婴年，所以今年是超级圣婴年，有几个状况是台风会非常多，再来这一种这个短的强降雨情况会非常的频繁。那第一次你可以说是猴就多啊，我问你，如果以后每10天就来一次猴就多啊，这一些所谓的灾民啊，每10天就要弄一次，你觉得他可以体谅你一次，可以体谅你2次，他可以体谅你3个月吗？你一定翻脸嘛。所以问题是在于，那你有没有做好准备？然后还有你该什么抽水机那一些的，你该准备的你就要准备啊。你看起来也没有啊。然后再来什么小朋友跑步也是东湖对啊，也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就让人家觉得，你知道，我觉得现在让人家整个感觉就是你讲完好像有一点官老也被安那走的安那走，少了那一种好像苦民所苦，对，然后少了温度，好像你就好，还有发钱来出代志，我是干嘛就奇怪呢？怎么可能连发钱都会有发错？那好，即便你真的发错，真的是4楼拿走，怎么会有人去叫钱拿回来啊？那不是才1万块吗？你自己自掏腰包去补那1万块，不就没事了吗？就你现在就变成，你发错是条新闻，你把钱拿回来变成2条新闻，对不对？大家都觉得莫名其妙，所以就是他的所有事情会让你觉得好像有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然后一直没有进入状况。范老师，这整个好，当然你说那灾情的时候不要拿这个把它变成要跟选情就有关系，但是很难避免的一段是，因为这个灾情跟市政也会有关系，而这个整个也是今年就是选举年，而选举年好不可讳言，因为蒋万跟沈伯洋之间确实是有一段差距，可是这段差距，你说如果再发生像这样一类的事情，会不会把蒋万的这个优势慢慢消磨？选战基本上还剩下大概140几天。它不是只剩下10天、20天了，所以时间一直往下。刚才讲的这些事情，蒋万一定也没想到说怎么会来这么一个强降雨，然后内湖会淹成这个样子。要不然的话，一定是某种程度，那他的心里也会对这个东西会觉得急。要不然谁会第2天就直接拿着红包到现场要去发？就是大家有灾情，一定尽快要让大家能够弥补到是。但是那个动作一定也是某种程度会觉得说，这一定要让老百姓马上感受到，我即刻能够解决这个弄这些，包括你们的感受，一定是因为这个样子啊。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上个礼拜4早上，啊，其实已经隔了4天，而且又经过了周末。本来周末周日如果蒋万安处理就是好，当时危机处理不好，我后续的这个相关处理很好的话，我认为今天我们不会讨论。就是因为这2天大家看到的是事后他的处理。更是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嘛？刚讲那个发钱的事情，你有没有经过身份查核？你说里长认识每一个人吗？当然不会，不可能嘛，不会到每一个人，对不对？那今天你给的时候，你有没有问说，你身份证借我看一下，你是不是当地的住民？搞不好有人这边转捷运，因为我常在内湖转公车啊，转捷运的，我可能也拿到1万，我是没有了。搞不好会被拿到1万块啊。你到底有没有拿到？我是没有，真的没有。我很懊恼，很残念，我怎么没有拿到？因为我常在这附近出没啊。我一个礼拜在内湖这附近大概出没3、4天都有啊。不会，他应该认识你。应该认识我，他不会给我好。那所以我觉得这是很荒谬的事，就是你事后的亡羊补牢也没做好，然后又出现更多事情。所以我觉得到今天为止，包含刚刚提到了，当天东湖国小记者还在那个下那么大雨，对啊，那个运动会，在运动跑步。我跟你讲，我是家长，我看都很难过，有没有可能跌倒？好，那教育局长到今天为止有没有受到任何的指责？没有
教育局长、校长有没有受到处罚？总应该有吧？下这么大雨，你告诉我那些非办不可，不办这些同学就没有机会再跑步了。好，或者如果在我们今天办就没有下雨的问题了。隔了这个一个周末就不行，非得那些办。我们就是还是说那个比赛叫做雨中跑步。隔了这个一个周末就不行，非得那些办。我们就是还是说那个比赛叫做雨中跑步，我不晓得啦。如果那个比赛项目叫雨中跑步，像以前我们这个当兵有什么武装战绩武装跑步，一定要戴钢盔，一定要背枪。我们这个比赛项目叫雨中跑步，没有雨就不能办，非要有大雨，还分大雨局、中雨局、小雨局。那天刚好符合大雨局举办，所以我们是大雨，我们要去跑步。这有这样的一个竞赛模式吗？所以我们非得跑不可。你觉得一定要有惩处哪？就这整件事情，整件事情呢，要不管哪个单位，要有人要惩处。今天公务局有没有？可是惩处会不会就表示，那我市政府一定有人做错？那就是反正我就是，所以我不惩处喽。我们不惩处，反正我没错喽。公务局有没有处罚？有没有惩处？有没有检讨？那是大雨、强降雨超过我们能够容忍的范围，我怎么能够惩罚他呢？那就全部都归给老天爷了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蒋万安今天这个后续的，但当然我觉得他有恃无恐嘛。为什么？正传媒有做民调啊，满意度65.7%，不满意度26.3%，差了39%、40%嘛。所以礼拜四早上淹水，礼拜四下午我就是不去啊，我拖到礼拜五早上才去啊。而且去之前，当地民众就说：“哎，怎么忽然清洁队多了？”还有这个消防队的洒水车都出来了啊！原来蒋万安要来了，果然就来了。所以你是搞这个门面工程嘛？然后讲这个镜传媒做的民调，哪个台北市谁最支持蒋万安？第一名中正万华，第二名哪里？内湖内湖南港嘛。所以他有恃无恐嘛。我有摘掉让你扣分，反正我现在就是只是漏点血而已嘛，不会伤及我的身体嘛，所以他没有无伤大雅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蒋万安他当然。我这个不担心嘛，然后你看他的支持度55.2%，啊，这个普马只有27%，差了20%，也差了27%嘛，那碾压嘛，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今天大家觉得他不痛不痒，但是我觉得台北市民看到蒋万安这样的一些这个在这件事情从头到尾的这些做法以及事后的检讨，我要当天礼拜四。发生事情，你就算我之前不知道好了，下午是不是要有一个副市长来作为整个的紧急应变小组的召集人？这3个副市长就哪个人出来？跟你讲，台北市副市长3个，我只2个名字我叫不出来了，我不知道是谁啊。所以这就变成说你自己没有办法，你们2个专业，你交你副市长来做总可以嘛？所以大家都觉得嘛，没了李四川，蒋万安就6神无主啦，蒋万安就不知道怎么危机应付啦。所以这就是大家看到的。像范老师刚刚讲对了，林涛先回应这2件。第一个，没有李四川、蒋万安6神无主了吗？第二个，是因为民调赢太多了，所以他有恃无恐，然后不在乎这些吃点小血或者什么无所谓吧？会这样吗？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第一个逻辑上就有差异了。一下子就讲说，你看李四川跟这个蒋万安大家治水没治好，然后你不是说88嘛？那现在讲说，如果李四川在，那一切都会安全。在逻辑上是有一个汉格在那边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市府团队最重要的是，我也有看到后来的报道说，内湖的居民说你看这边的水。其实一下子在1到2个小时，它后来是有排水排掉，然后太阳曝晒下来，然后后面做清洁队做清洁也很辛苦。第二个呢，范老师在讲到说这几个区域什么民调高，所以有恃无恐，怎么可能啊？民调高的原因是什么？是平常有做很好，让市民觉得你对地方很贡献，所以呢你有这个高民调，而不是你有高民调，所以你有恃无恐不做事。这逻辑是相反的，你知道为什么？所以我觉得对，所以我觉得对于蒋万安来讲，我觉得他会更认真，而且更积极的来处理所有接下来可能面临的台北的强降雨。来，将军，所以呢，蒋万安是真的会像林涛讲那样，他会更认真、更积极的面对所有的事情。你看到过程当中，当然也有一些破马的一些新闻，当然他不是执政者，
所以呢，在过程当中，当然能够做的一些也有限，但也有想尽办法要做了一些，包括即刻要去清除这个或者什么这些。但这两个摆在一起，跟这一次的天灾，跟往后整个选情上面来讲，因为这一次会出现什么变化吗？蒋万安一直很认真呢，认真的打理他的外表仪容，跟他帅帅的表情啊，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哈，这是一个网络的统计了啊。就是其实，在没有风灾、没有水灾的时候，选战就是要针对人格、人的特性来做攻防，设定了这个一个议题，例如说什么制服啊、什么地图啊这一类的，你设定之后就看对手有没有上车，如果上车了，我就把它套进来，然后猛打，那你的民调就上来了。那可是呢，你设定了议题，发现来的不是对手，你设定的议题来的是大水，这个大水就不会进你的议题啊。但大水有什么好进？大水过来就是平常有做就得分，平常没做水就淹上来。所以一场大水以后，原来蒋万安团队设定的人格战失败，打不下去了，想用人格战来打不下去，那么最后呢，就是告诉大家，蒋万安的声量等于是被检验，他的声量为什么大？你看这7天的声量，蒋万安从6月22号，本来是4万多次，一路降到下来剩下1万多次，就表示大家对于你原来你设定的议题，这是什么议题啊？后来大水来了，全部就去讨论大水，对你这个议题没有人去关注了，因为再多的议题比不上家里淹水，再多的议题比不上他无法上班，车子被泡水，所以最后整个回到了市政的基本题。好。那市政的基本题是谁得分？市政的基本题如果做得好的话，一定蒋万安得分。当然。为什么？他市长。他是市长。李彦秀带着很多人去做会勘，他会勘的是对的。水清跟水浊那意义不一样。我之前讲，我们去救灾，第一件事看看淹水的水是黄的还是清的。如果是清的，那就是排水的问题。如果是浊的，那是水土保持的问题，那是大事。所以我觉得李彦秀带去看这个。黄泥的这个水是对的，那表示后面水土保持还有国土的这个相关的问题都要出现。那我讲，当你的设定的议题打不下去怎么办？打不下去就改打身边的人。所以之前不是在打沈伯洋身边的人吗？那段时间，我觉得蒋万安他的声量高是有原因的，因为打对了。可是后来一场大水来，没有人关心你这件事了。那大水来之后就很明白的，这是你政府施政的问题，你台北市施政的问题，施政的问题会影响到什么？影响到蒋万安的信心。所以大家可以看，这是蒋万安跟沈伯洋见面了。那候选人之间见面，其实应该是相互加油，尤其是领先者，蒋万安大幅领先吧。现在蒋万安大幅领先沈伯洋，大幅领先的领先者应该是很有气度的握手。为什么？王者风范，我就赢嘛，我就赢嘛，何必要回避要闪避呢？那但是呢，当你的市政做不好的时候，你的自信心会受到影响。何必要回避要闪避呢？那但是呢，当你的市政做不好的时候，你的自信心会受到影响，自信受到影响，你就会影响到你的风范。所以这个握手，蒋万安有握手，有啊，但是我觉得他没有很直视沈伯洋了。我觉得是这样了，我觉得是这样，因为那个全场的影带，现场简书培在现场，他要转述给我听了。那其实我有看那个，因为新闻有这个画面啊，对，没有很直视。那我讲哈。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失分，没有必要的失分。你可以表现风度，对，风度来自自信，自信来自于你的王者风范所以我觉得他可以很自然的眼睛对视，你要加油就对着沈伯洋喊加油，那叫做诚心诚意，不会被人家你说断章取义也好了，你说见缝插针也好，你没有缝要怎么插针嘛？如果你做得很好，没有缝是不能插针的。林涛，那看看那个有没有？我这第一个啦哈，简书培有没有在旁边那个角度有没有看到？我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哈。第二个呢，说真的，最大气的就像蒋万安市长一到了，看到沈伯洋这个候选人在那边，他没有绕，也没有说无视他，他直接握手给他喊加油，就是说你的选战也要加油哦。你看啊，我觉得这很大气啊，奇怪怎么会变成就是说我们两个见面也会握手啊？我们同选区我们会握手，我们常常见面，常常握手。
手。那可是你不能，比如说他如果在这边有直视他过来，他当然要往前了。他那种角度的问题，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根本就是简书北刻意制造出来的。然后我讲一下现场的状况。这一场是这一个蒋万安先讲话了，蒋万安要离开了。那沈伯洋到，记者要访问他。沈伯洋说因为蒋万安要出来，先让蒋万安离开之后，我再受访，所以才会两个遇到。那蒋万安下来的时候，各位看旁边有那个帆布啊。这个蒋万安是一直往右边靠，最后没办法了，只能握手了。那握手就蒋万没有错。也就是说他本来不想握。不是，因为他无路可走了，就只有那个通道了。那刚好这一个沈伯洋刚好在那边等记者要访他啦。那刚好走出去呢，好啦，就是可能蒋万安有看到他认识的人，那就沈伯洋就是路人嘛。路人就握手。他其实重点是要往下一个人看啦。不幸的是，下面那个人叫简书培啦。那张照片沈伯洋左边是简书培啦。所以简书培从头目睹沈伯洋从台上走下来的路径，蒋万安从台上走下来的路径啊，那可能蒋万安又看到的是简书培旁边那个人，所以急着要去跟他握手，就忘了沈伯洋有要选台北市长了，大概是这样了。我看了一下那个照片但我现在还跑不出来，就是说反正呢看起来像是怎么样，你知道吗？我觉得苏培也是很奇怪，他看起来像是在看苏培啊，我不知道，当然苏培他觉得不是看。如果这个市长看到现任的议员也要打个招呼，也合理啦。我觉得真的不需要。OK， 这你就知道选战接下来大家打到短兵相接的时候，像这样的事情大概都会发生非常多。可是，一场那个淹水的灾情，会延伸出这么多的一些。那对蒋万安来讲的话，未来这个选战里面，那面对的挑战者沈伯洋又会是怎么样？但除了这个以外，全国整个大氛围来看的话，可能尤其在立法院最近，大家的重点又会摆在无人机条例的这一块，而无人机条例这一块，几个重要的人，就蓝营现在的态度到底会怎么样？因为执政当局现在看起来，那个民进党跟行政院态势已经摆出来了，就是直接用一个特别条例、特别预算2100亿，然后送到立法院。蓝营这个地方呢，看起来也会提自己的一些条例，但是用年度的预算。然后金额呢，会不会还要再拉的要高一些？要表示他们没有要挡这些，那到底差别在哪里？而其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除了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韩国瑜院长到美国去，然后回来。那在美国访问的过程当中，那美方的一些人士有没有跟韩国瑜院长聊到这些呢？我让你先看一下韩院长返台的时候呢，在跟记者、跟所有的朋友大家讲的话。来，我们预计的4大目标全部达成。我们去亚利桑那、凤凰城参访了台积电以及协力厂商。我们庆祝美国250周年的国庆，立法院代表2300万人向他们致上最高祝福之意。我们展开最重要的国会外交，国会议员与国会议员展开真诚热情的交谈。我们有7位参议员外交委员会来跟我们一起会见，有33位众议员接连不断的发言，展现最热情的一面。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美国国会对台湾所有的一切的强烈支持与友好的态度。我们感谢 AIT 的协助，感谢台积电公司的协助，感谢美国国会对我们热情的接待。谢谢大家，谢谢。慧珍是，那韩院长出国送机回来接机，那大概都有10几位委员。然后包括他刚才也告诉你了，7个参议员，33个众议员，加起来40个。是，所以一定有人就会讲说，那包括郑丽文主席出国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有没有人送，有没有人接？然后在国外的时候，连电梯的那一位加起来是不是10位？就郑丽文姐也跟你讲，大家算那个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这个就是会被拿比。第一个，他比的是大家看到未来2028蓝营4大天王里面，那到底谁在往上？第二个。大家要看到的这一块，尤其韩院长回来也会问的是，那刚韩院长感谢了这么多，但是在过程当中，当然可能他后面是不是要聊？那无人机到底有没有聊到这些东西？不知道啊。是哦，当然哦，这个大家看到韩国瑜啊，可以说是光宗耀祖、扬眉吐气啊，行情看涨啊，28有你啊！我现在感觉起来整个人都完全不一样。即便是可能那个政治立场跟他不同，但是我认为这一次他
包括整个行程，还有他这一次的谈话，其实就是有那一种层级出来，有没有？有那一种就是代表我们中华民国的议长，然后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哦。那人家也没有那好像把自己的怎么来的人弄在后面，然后排挤绿营的也没有。因为就是代表我们中华民国，所以大家这个看起来就让人家觉得哇，这一次的外交事实上是非常成功。那当然，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AIT 就是要把，也不要说打这不好听啊，就是说 AIT 就是要让郑丽文评判起来，什么叫做贵宾，什么叫做礼尚往来啊，对不对？那哪像你啊，你们旁边的人还说这个我们的古立言就像是一个比科长大一点点的，那现在就让你看看我们一个科长大一点点的人可以怎么样去安排，让这样子受到重视。议长这一个强尼是不是？强森，对，你知道这个议长。他是那个带了30几个的众议院的议长，然后来跟他这个会谈之外，人家还讲了一句什么呢？就是非常支持这个无人机的这个部分，希望台湾可以尽快。那当然也是表达说我们支持中华民国是没有分特别党派的。那光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跟你讲，两相比较之下，不要说我们其他人在讲郑丽文看衰他，你自己看，对不对？而且你有没有看到？有没有人在他旁边有人来接机吗？有吗？连之前上一次他从中国回来之后，连傅昆萁还率了一堆人去接机，对，那个屏东的那个什么苏清泉都还跑到机场去跟他接机，结果这一次从美国回来，勾起来，傅昆萁人还不在台湾，也没有看到苏清泉，林佩祥嘛怎么招不 OK，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你这一次回来没有人去接机，你搞砸了嘛。你就变成是整个亲中的，不要说亲中，甚至你是北京的人，美国都已经把这个话讲出来了。所以站在你旁边，怎么会有票呢？站在你旁边，等于是站在美国对立面看公马贝金站在他旁边，对，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会认为韩国瑜看起来不管是在党内或者是美国的一个蓄意来扶植他一个政治行情的一个情况之下，韩国瑜未来在国民党的一个声望，还有未来所扮演的角色，看起来是会越来越吃重。那至于两相比较，知道有没有改变？当然有改变啊！我今天看了还特别看一下，我公母丢啊，是郑丽文要支持无人机而且好像是说没有说一个金额啦，但是他们自己的那个党团说要出一个版本是2400亿元的，什么要挡无人机预算头一号挡大将郑丽文，竟然变成要希望这个无人机的这个预算可以过关，花钱下面代机，你很清楚知道啊。当你站在美国对立面的时候，你对中国也一点价值都没有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郑丽文讲什么白软绵绵，是不是白手？对，既然中国全面封锁，这个消息就是完全不能的。怎么会这样子？因为你马屁拍到的那个马腿上了嘛。所以当你在美国显现出毫无价值的情况之下，你对中国来讲就没有利用的价值。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来将军先用军事专业的角度告诉大家一下，因为看起来无人机未来对台湾整个自我防卫来讲的话，那个重要性，从这次俄乌战争，因为连央视的节目里面，大陆的一些军事专业的人在讨论到这个，都承认一件事，那无人机把俄乌战争之间，最起码让乌克兰能够搬到不让俄罗斯能够予取予求那个样子，某种程度它改变了俄乌战争的一些的样貌。对我们的未来所谓的不对称作战来讲的话，所以无人机未来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环。对，其实每一次的作战都会出现一些革命的战法，例如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出现了可以连发的步枪，以前都是前膛装填，后来慢慢开始后膛装填，哇，那个杀伤力大很多。然后到了二次大战，最后是什么坦克车就是战车，还有喷射机的那种引擎出现，改变了二战有很多的做法。那现在进入现在2026年但你还停留在说我要 F-35，你就过时了。你还停留在说我要最多的 M1 战车，其实你也过时了。为什么？现在全世界都面临到一个，不是只有台湾面临到，全世界都面临到一个是兵源的问题。你要有装备，你要有武器，你要有这么多的士兵来操作。现在募兵
不是台湾而已，全世界都不好摸。因为大家知道，如果当兵舒服，那就塞爆了。当兵本来就不舒服，我做了30几年，我很清楚。你现在叫我现在晚上最常做的噩梦就是我又被召回部队去继续从入生开始，很辛苦。那可是呢，要不要国防？要国防。现在出现了一个可以解决的方式，无人。我少数的军人可以指挥大部的部队，这叫做撒豆成兵啊。以前古代最常讲，我撒豆成兵，无人机就是撒豆成兵。我只要有一个官、一个士官或是一个操作兵，我手上有1票的无人机，我撒豆成兵，它可以帮我做一个连、一个营，甚至更大的部队作战。那么，俄乌战争4年前开打的时候，有多少专家啊说乌克兰完了，叫垂死之战。你现在用那个无人机那只是叫做哗众取宠，挡一时，挡不了永远。等到俄罗斯的钢铁洪流全部出来的时候，你就完了。可是大家知道无人机从俄乌战争开打4年到现在，它比这个 iPhone 手机进展的还快我们 iPhone 手机算是换代最快的，大概1年多一点就换一代。无人机各位知道，它2个月更新一次。它比这个 iPhone 手机进展的还快我们 iPhone 手机算是换代最快的，大概1年多一点就换一代。无人机各位知道，它2个月更新一次。从最早的是用一个手机或者遥控器在遥控，然后有一个飞操手在飞，到后来开始变 VR， 我实境如同我在驾驶这辆飞机在天上飞，可是我是在远端。到后来变成 AI， 它有 AI 地图记在里面来执行任务。现在变成一架无人机，它是主机，主机的无人机指挥若干僚机，然后主机的指令我只要下 A 点到 B 点攻击什么样的目标，它全自动执行。这是这4年来每2年翻新一次的改变，所以现在的无人机跟俄乌战争4年前不可同时而语。那么大家想想看，美国作为一个武器发展的先进国家，他看到了没有？他看到了，他看到了。所以为什么美国的5代战机到6代战机一直在争论，就是6代战机将是无人机。那么想想看，韩国瑜这次到美国去，看到这些状况，难道他不知道吗？他听不到吗？他感受不到吗？见到的所有参众议员，见到的所有美方的这些智库都在讲无人机，他为什么要跟韩国瑜讲无人机？应该跟泽伦斯基讲啊，为什么要跟韩国瑜讲？大家知道，乌克兰无人机能够这么强，乌克兰提供的是经验跟战法，里面有很多演算的关键基础是台湾的 ，OK， 所以大家可以看为什么台湾有这么多无人机股突然间爆冲，就是以前它一年下来，它的这个所谓的产值或者销售比不上我们现在1个礼拜，过去1年比不上1个礼拜。那大家说台湾的无人机为什么这么强？台湾无人机不是说现在强 ，OK， 是因为以前没市场啊，以前我们做这么多无人机，只是给玩家做空拍啊，或是喷农药。以前只有这么大的市场，可它有这个能力做到。现在乌克兰战争发现这个市场无限，取代人力，取代兵力，取代训练成效，而且无人机很多人说为什么买20万架、30万架？我再次强调，我这次到嘉义无人机中心发展，他给我一个很新的观念。大家如果把买无人机当成是买装备，你就错了。无人机不是买装备，无人机是买弹药。买无人机是买弹药，因为它出去的，就像你看，我们买炮兵的弹药，或是买飞弹，会一次买5枚、10枚吗？几十万枚、几百万枚再买。无人机就是弹药，无人机它出去有很多，因为它没有生命，它是代表了智慧型的弹药，所以它出去以后就是侦察、监控、回报加攻击。它是一个全方位的弹药。OK， 所以为什么台湾的无人机有这么好？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飞鸿，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飞鸿供应链，台湾有。第二个，商用转军用，只要1秒钟，它立刻转，它的程式一条立刻转，它的硬体都在里面，它只是程式改变，立刻转。最后一点就是 AI 发展，它有智慧自主的攻击能力。所以台湾因为具备了这些优势，所以美国不断的跟我们谈啊。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任俊，我们国内的无人机，因为行政院已经提了版本了，是。那版本呢，在上礼拜5的时候，对，当然一定一样，就是又被封杀了一次。那现在蓝营里面
传出来几个不同的一些讯息，蓝营说要自己提无人机的条例，然后金额有说2400亿的，有说那不列金额的，那但是重点是最大的不同，行政院版本是要用特别预算，对，蓝营现在坚持一定不用特别预算，年度预算分几年去编列，是这样，老百姓一定不懂说，仲宏姐这差在哪里啊？老百姓一定不知道为什么，这大家各自的这些差在哪？其实老实讲哦，就是说进入到特别预算之后哦，就是过往啊，过往其实特别条例过了之后，其实很多在执行的阶段也是会回到常规预算，因为它就是分年嘛，所以蓝营其实一直在批评，就是说哪有人在一次就框列出这么多，有对也有不对我的意思说，一次框列这些钱，但事后预算编列到什么地方里面去接受审核，那个其实是本来都过去都有惯例，我不认为蓝营不懂，但他刻意要在这上面做一个操作，就是说我一次就要给你这么多，其实不是这个概念，不然中间怎么会有在审查嘛？那你到了预算真正规模出来的时候，你还是要审啊。那这两个当然现在是因为说行政院推出一个2100亿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嘛，那蓝营现在的说法是说，哦，他们希望这个回到常规的预算，金额甚至往上拉，这就是您提到的有2300，有2400，也有呢说这个看实际需求，对。但比较特别的是说，这个卢秀燕又说话了啊，因为这一次的这个郑丽文访美，韩国瑜访美，在更早之前的那个其实是卢秀燕先访美嘛。卢秀燕反而有一句我觉得比较特别啦，就是期待这一次是真正能够建议由国民党立院党团自主。这句话比较有点学问啊。所以上一次那个7800亿的特别条例，那些党团没有完全自主。看起来应该是说党中央有一些意见嘛，特别是郑丽文嘛，1、2、3件，但最后没有按照郑丽文的版本过嘛。那到底最后过的那个版本是党团大家一致认为是应该这样呢，还是到底这个金额是谁最后做了一个裁决？现在不知道。但问题是卢秀燕每次我们都讲啊，缺什么就讲什么嘛你强调就是说建议由国民党立院党团来自主的时候，其实它就有很多种延伸出来的答案了。任俊，卢秀燕的全文是这样，他说他建议的金额2400亿，算是这里面最高的啊，最高的这样，可以放在一般预算当中分6年编列。这次无人机条例建议由国民党立院党团自主，为什么呢？因为立委来自民间，拥有民意，他们知道怎么样的条例比较能符合社会的期待跟观感，是，所以可能如果不是党团完全自主的话，可能有一些人不知道民间的声音跟观感，是这个意思吗？当然可以这么解读啦，因为台中最近就大家一直在那里特别的在那里这个关注这件事对啊，何俊仁不是这2天在立法院，就礼拜5那时候就拿了那个板子对着，因为刚好那天主持的是江启臣，是，然后呢他就拿了板子鞠了6次躬，其实是要凸显这当然一定是为了要凸显，因为他们两个刚好在台中对上嘛。不过有趣的是，因为韩国瑜访美的隔天，应该是隔天吧，古立言也跟江启臣早餐会啊，他也跟他早餐会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当然对于卢秀燕来讲啊，现在讲说希望能够党团自主，是希望国民党党中央不要插手啦。但我想第一个卢秀燕说的金额是2400，2400是不是已经框列一个预算上限？它跟特别条例有什么不同？它跟特别条例有什么不同？它已经框列了一个预算上限，就是2400亿嘛。那我分6年来做嘛。那分6年编列跟原来我们讲那个8000跟8年有什么不同？差别只有他认为就是说这个东西我进常规预算，可是进常规预算来讲，它其实有很多的先决条件，在座有立委了就是说卢秀燕这个，他第二个，我有党团来自主的话，请问韩国瑜的角色会到什么程度去？上一次被问到的时候，韩国瑜不是也讲说我就是院长啊，我只负责主持啊，我能不能党团？那党团国民党立院党团现在谁在做？傅昆萁，总召还是傅昆萁啊？那他在他上一次看起来他的态度跟那个郑丽文是同调的啊。而且在立法院这一次，因为礼拜5的时候那条例那在立法院，结果后来也被暂缓掉了嘛。然后也看到那何欣纯那一幕那些，那江启臣办公室当然有讲说，大家不要沦为政治操作，因为
中部地区跟无人机产业很多息息相关。其实后来大家看了一下那个地图，台湾从北到南其实差不多有很多地方都有，当然中部地区是很大宗的一些。所以这整件事情，第一个，它不单是对台湾整个未来的防卫的重要性；第二个，那它可能在选战的过程当中，对所有的产业来讲的话，就会做出某种程度，那谁重视谁不重视，是要去凸显出这样的一个差别吗？上次这1.25兆那个时候啊，把删了4000多亿嘛，里头有部分无人机的预算被删了，当时就20万架啊，刚刚提到。那删了之后呢，其实中部的产业啊，这中部这领域拢去用叫去骂啦。哦，都被厂商叫去骂。F3拢去用叫去骂，为什么叫去骂？啊，选举的时阵，阮这中小企啊，阮这大肚山黄金丑人，这厂商嘛拢有甲恁架付啊，嘛拢有甲恁相挺啊，啊，恁即马是咧舞啥？因为这些厂商要的是一个确定的订单。等于我今晚被导出，我要总要去买机具，我这机具可能是3000万、5000万然后如果有一个确定的订单，我买这个5000万的设备下去，我才有办法继续做下去嘛。所以他们要的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预算。所以为什么要用特别条例？那行政院这个上礼拜4提的话，在礼拜5被要交到院会去，后来又被丢回去的这个是上面它指定的是3种设备嘛，一种就是滨海的监侦型，就是侦查的，第二种是滨海的攻击的嘛，第三种叫做自杀型的无人机，它非常明确的这3个。那因为它背后会跟着数量，当然特别条例不会写数量，可是用这3个的单价跟数量去算出了一个叫做2100亿。这2100是这样子算出来的。那现在包括不管是国民党有人想要提的，或者是郑丽文说什么智库提的那个数字啊，并没有办法去兜出我刚讲的那3种各几架啦。为什么呢？因为预算在编是国防部在编，是经济部在编啊。国民党有谁会知道一台监侦型我在起？现在跟美国谈到什么地方？跟法国谈到，跟世界各国谈这些各式各型的无人机，现在人家给我们的预估的数量跟金额是多少？没有吗？跟法国谈到，跟世界各国谈这些各式各型的无人机，现在人家给我们的预估的数量跟金额是多少？没有吗？所以如果变成是说，比如说现在传出来说什么卢秀燕的版本2400，他说2400啊，毕竟他怎样？2400除以6，一年是400亿嘛？那请问400亿要干嘛？不知道，不知道啦。那立委就要审哦，立委说哦好，那就一年400亿通过。那国防部说所以400亿是要我们买什么？不是这种算的顺序是不对的啦哈。所以为什么需要用特别条例来处理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如果最后了哈，最后通过的是一个原则性的东西，就刚刚讲说原则性就是分6年啊，然后怎样。那对这些产业来说啊，他还是没把握。我这个产业我要不要投进去啦？我要不要投进去？这国民党的立委，中部的这几个嘛是叫去骂啦。这个因为原来的这个设计，第二我再补充哦，这个无人机这件事情，这一次去啊，每次只要坐下来，全部都在讲无人机啦。你说到国外去也是。嘿啦，去美国的门关起来就是无人机啦，徛到遐250年美国国庆嘛是无人机啦，都坐到堆讲到堆拢是无人机啦。我去英国、法国，阮坐落来自古嘛是拢无人机啦。大家都在问讲什么时候通过？他们外国人问问题没有再给你含糊的呢？你说我们支持，你知道讲支持的下一步是说什么时候呢？顶下的情况给我们什么时候韩国人说，那这一题谁要回答？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这一次去另外那国民党也登来了，说怎么可以在外国人面前怎样？在外国人面前大家团结一致，就是大家都要无人机啊。因为3个在讲的时阵啊，他们在讲说我们支持无人机的那个当下，那一个当下立法院正在表决，然后国民党把无人机不要按下去的那个当下，我那民进党的李博义啊，
都开会开到一半讲，伊啥即摆咧讲咧支持无人机，讲倒反对，就是有一种很奇怪的氛围。好，反正现在回来。这个卢秀燕也说要，然后郑丽媛说有些说不要写金额，说写原则，有些说2400就这个有堂哥差啦，因为他们各自的态度都不一样。不过我个人认为他们可能会这样，就是国防用的，国防用的他们会把它弄到很低很低，商业用的会弄比较高，因为这才符合中国利益。就是国防的卖这样子，我说你发展无人机 OK， 吼。不是我们要发展的就是国防，不是吗？主要。所以因这岛国民党的版本有经济部的，有国防部的哦，所以经济部那一块搞不好就会拉高比较高，反正拢叫做无人机嘛，好，拢叫做无人机啊！你要无人机啊？有无人机，可是大家搞清楚，要的是国防的无人机，不是经济上的无人机。国防的无人机要占最大宗。哦 ，OK， 我简单补充一下哈。特别预算就特别条例嘛，因为有特别条例产生特别预算，跟纳入年度的预算有什么差别？我告诉你，如果说他说2400万，但是我们纳入2400亿纳入年度的一般预算，分6年，这是骗局。我直接讲这是骗局。什么叫做特别预算？特别预算叫一次到位。我虽然是5年执行，但是我这笔钱是一次编足，只是分5年支用。那5年怎么支用？依国防部针对无人机发展的时序，他们定出来。就是说我不会做到第2年，我不知道钱在哪里。那如果列入年度的一般预算不一样，我每年元月才能动支。我每年元月才能动支。那如果我这一年是发展的等于说关键期旺季，我需要的金额比较大，对不起，你等到明年的元月再动支。这怎么发展嘛？这有问题，所以我才说特别条例、特别预算跟一般的预算。在支用的弹性上，就是一个是一次到位，分5年实施，然后什么时候用由国防部来编。第二个是每年依需要提出编列，然后元月份才能动支。将军，你觉得国民党是在糊弄你吗？我觉得如果是2400亿，你认为是可以这样做？因为他们现在就是跟你讲年度预算。那这2400亿一次编足，这不就特别预算吗？你知道这现在我们的年度预算，今年的年度预算省到无人机全部都保留。马文君说买那么多干嘛？你们现在买的是最新的吗？不是，光有一个单位买，就国防体系，我不知道3军的哪个单位买，不知道买多少，然后要让一般的阿兵哥先练习的那种基本型的无人机，那叫做模拟训练器。好，那模拟训练，理由是什么？你们怎么买这一种的？你们现在买的是最新最好的吗？不是要买最新最好的？然后国防部刚解释说没有。就是这个阿兵哥要先练习那个基本模拟训练。他说模拟训练，那你们买那个干嘛？那个现在落伍了，你们不要买那个，你们要买好一点的。就鸡同鸭讲。你现在要叫一个刚入伍的阿兵哥玩无人机，弄无人机，然后可以飞出去自杀式攻击的。攻击到自己。没有，战车都有模拟训练器，我们买 M1 战车都有模拟训练器。我再次讲如果2400亿国民党要编，你这就等于是特别预算啊。因为你一次编齐了。来，林涛有没有听到？将军觉得这是糊弄，你们在糊弄他？其实2个部分我先讲。本来刚才听到王一川委员前面那一段，刚刚做触笔，后面就扯到，尤其后面他特别讲说，你们会把国防的降到最低，对，然后总量也许看起来好看，但是对我们最需要的那国防把它弄到很低。这个是3条线啦，必须讲2个部分来讲因为我们现在包括韩国院长这一次到美国，他也有跟这个战争部，也有跟这些国安会或相关的这个33位的参众议员，甚至他见到 Nancy Pelosi， 也见到 Mike Johnson， 基本上是一个很好的规格。那这个规格呢，其实我们也表达了，我们希望能够让美国赶快支持我们中华民国自己的这些国防的产业，包括我们140亿美金，包括我们未来要通过的这个无人机的相关的规划。所以基本上呢，台湾就是我们国民党对于这个外界，不管是欧洲，不管是这个，因为欧洲其实王一川也跟那个韩院长一起去同一团嘛，所以欧洲跟美国大家都知道，我们国民党是很支持自己的军工产业链。第二个呢，要讲到。所以他们一直在问要确定啊，对啊，我今晚要给你讲确定的版本就说国民党内民意的版本是什么？我觉得呢，卢秀燕
市长这次提了2400亿的6年常规预算，符合国民党内的民意代表在这一次的民意基础所有的版本。我觉得我比较支持啦，我比较支持卢秀燕这个版本啦哈。那这个版本呢，不只是比这个行政院的2100亿多300亿，我们是2400亿，金额也提高了嘛哈。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希望透明审查，特别条例很难审查，可是常规预算你可以逐条，然后透明审查，所以我觉得这符合大家这个人民纳税钱要把关。再来哦，刚才这个王一川委员说，哎呀。你这给300也要冲啥？其实我觉得在这样子的条例讲很清楚，因为我们不只是包括军民共用的测试的场域、无人机载具的维修、人才的培育跟系统的训练，你都要放在同样的版本嘛，这才是支持我们自己的产业嘛。所以你不能说，哎呀，我这个3个类型算起来机台2100亿，你2400亿啊都不起来，所以你不是。那还有系统的整合，所以你们支持还有人才的培育，所以你们支持我们支持更多的版本，我们支持台湾的产业。你们是2100亿加300亿，我们是2400亿，所以是2000亿加300，是2400亿。但内容包括，比如说我们可能比你们多架次，那我们就荣获这个蓝白在立法院来讨论。可重点来喽，过去民进党一直说，哎呀，你不支持无人机产业链。这个条例里面，甚至加上国产比例50%，3个不同县市，也就是说，你要均衡发展，让台中、让彰化，甚至让桃园有一些产业链一起发展，不要过度的集中。也就是说，你要均衡发展，让台中、让彰化，甚至让桃园有一些产业链一起发展，不要过度的集中。比如说，民进党或是说国民党的县市，让大家都能够一起来支持无人机产业。所以我觉得啦，这一次卢市长提这个是高招，而且这个高招什么意思？我听不懂。这个高招，这个民进党很难讲，因为他们现在开始纠结说啊，你那300亿是我这3类的无人机多几架，没关系，我们荣获立法院，告诉大家。我们的版本是最完整的。没有，我补充一下哈，这很好，2400也很好。可是这个6年会不会跨过2028？那2028以后又不是这些人当立委，你怎么去审？所以为什么特别条例一次编到位？后面是持续执行而已，你不能帮后续的立委决定。也许还没有听懂为什么刚才阿川一直要强调是2400是2100加300吗？林涛只告诉你2400，因为如果是2100加300，就是行政那个版本的2100，另外蓝营再加300，那他一定接受，阿川一定接受。但是林涛就告诉你那是他们的2400，没有要照着行政院那个2100。告诉你是什么？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些想法，对不对？这中间就有各些人。但范老师。韩国瑜这次为什么能访美，而且这么高规格的一些，某种程度有人说，在当时的那个军购特别预算的时候，韩院长因为他算是也有表态，而且那个过程当中，那美方一定也觉得韩院长在这里面也有出了一些的力 ，AIT， 所以安排像这样一些访问。这次去，如果照阿川那样讲，只要出了国，人家关了门都问你这件事，韩院长应该不会没有听到这些事。所以这次回来以后，在立法院的这个表决大战。那看起来又会是包括蓝营内部4大天王谁能够真的窜出头？这次无人机也是大家要审酌的一个重点吗？但对郑丽文主席来讲，你们大家都太少去了。郑丽文主席，他就一直告诉你，他这个人不是会自大的人，他也是谦虚的人。他真的见到了很多川普的一些的密友，只是范老师你太浅了，你不知道。然后呢，他基层的热情，他也都感受得出来。所以所有这些对郑丽文主席来讲。他就告诉你，我也没有挡这个啊，那我们就提自己的条例啊，只是金额跟内容，那赖清德、民进党你们不满意而已啊。郑丽文如果是谦虚的话，那我就应该就算虚伪了啦，对，只能这样自我解嘲。不是，他谦虚吗？我真的觉得我很难用把他跟谦虚2个字合在一起。那他说他跟川普很多好朋友。的重量级的朋友都认识，那秀出照片出来，不要嘴巴讲。那或者说我有跟川普很多好朋友认识啊，你们相信吗？你还认识川普的弟弟？对，那个叫王一川，那叫阿川。所以我真的觉得这种吹牛有什么意义呢？然后你看得很清楚嘛，韩国瑜就是秀实力给你看嘛。所以我当初就在节目上讲说，他见得到裴洛西是众议院的。这个荣誉议长，我认为他就会见到强森了。所以果然嘛，最后他上飞机前，
见了强生，见了 Johnson。那为什么裴洛西是民主党的、啊？我认为 Johnson 可能一开始有点犹豫了，可是美国现在的主流民意就是反中嘛，所以这个时候亲台嘛，所以 Johnson 共和党的嘛，一定要站出来嘛，所以最后上飞机前忽然啪一个 surprise 出来，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就。但我要讲的是，美国这一次透过韩国瑜访美，达到3个目的全部达到。哪3个？第一个，没有以美论了嘛。他这个韩国瑜下飞机讲什么？感受到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最大支持嘛？郑丽文说台湾要退出第一岛链，你认为韩国瑜会接受吗？郑丽文说我们不要当2个大国下面的一个棋子，会接受吗？这个韩国会接受吗？不会了嘛，连这个啊，我看连赖士宝本来最说什么台积电到美国投资是美积电，我就让你到美国去，直接去凤凰城，你回来以后还敢讲吗？再来你讲这个无人机，我是很少看到美国针对台湾的某一个产业这样子的一个紧迫盯人，不是只在台湾哦，刚刚讲过，韩国瑜到美国去完了之后 ，AIT 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立刻跟谁见面？江启臣啊，就直接跟你见面啦。就我用8个字来形容，一个是紧迫盯人，第二个是追根究底。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在无人机这个事情上面，还想要糊弄美国是已经没有机会了。所以我觉得第一个，韩国瑜去美国以美论已经破功了；第二个，让国民党内部出现分裂嘛。看起来这个时候卢秀燕为什么提出6年2400亿？他就是所谓的他就是跟郑丽文的路线是不一样的，制造国民党内部的不同的看法嘛。第三个就是把国民党里面的亲美派给拉住，所以我认为卢秀燕的表现就是如此嘛。那我认为韩国瑜接下来在国会，他当然也要站在跟这个卢秀燕一样的立场嘛。那再来可能还有朱立伦嘛。因此我觉得美国的这3项目标都全部达成。那国民党现在就变成说，郑丽文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一个亲美派的反扑？当然，国民党里面还是目前来讲，郑丽文是获得高度支持的哦。我看到《美丽岛电子报》做的民调，对郑丽文的信任最新的哦，台湾对郑丽文不信任是56%，信任是26%，差了30%哦。郑丽文跟上个月比，上个月是51%，增加了不信任增加5%。很多咯，可是他去见了政协会之后，大家对他的不信任是增加的嘛？但是国民党对他信任多少？69%，将近70%哦，不信任只有25%，所以你看差距将近40%，表示国民党内对郑丽文是高度信赖的70%，可是台湾的民意对郑丽文信任的只有26%，差了这么大，表示什么？国民党内部对郑丽文的这样的一种亲中的言论是支持的，而且越来越黏着。那但是他跟主流民意呢，就越来越分道扬镳。所以那林涛要帮忙把郑丽文的意见跟人民沟通啊，不然现在2个差太多。对啊，就天差地别了嘛。完全是平行时空哦。你叫林涛去沟通哦？他党员呢，拜托6都的事宜。林涛连那个郑丽文的照片都不放了，放朱立伦都不放郑丽文。没有那个是因为那个长度的限制，那个长度那么多人啊。没办法，那么多人我们妥善的来沟通来反映。林涛，你要小心，你们桃园是有议员跟郑丽文绑在一起的。150面，我大概只有我那个金国路上了一面看板，那个看板是跟蒋万市长、张善市长跟朱立伦以前桃园县长嘛。其实我觉得啦，上看板啊。郑丽文主席也讲啊，说2026跟他上是怪怪的，他自己讲的哦。所以我们一定是怎么样有施政经验、有民意基础的首长优先挂看板。所以你是说他没施政经验又没有？没有啦，所以难怪他认为他自己无足轻重。可是他已经讲说不要跟他挂了，因为2026本来就是以首长为主嘛。但是你看这个《美丽岛电子报》做的民调，国民党对他有正向的反应的是29.9%，跟上个月下降了1.5%啊，大概在误差范围内。但是反面观感的是51%，跟上个月增加了3.4%，这是误差范围以外喽。所以我要讲就是2个差距是21%，所以我要讲的是国民党政协会本来的利多已经出尽了，反而是利空，好，那可能就是因为郑丽文去了美国这一趟，让整个国民党的形象往下跌，所以国民党接下来要如何的这个处理郑丽文的问题？
我认为他现在是负隅顽抗，因为我在党内有这么高的支持。郑丽文负隅顽抗，当然党主席哎，对啊，我党主席啊，我在党内有这么高知名支持度啊，大家都挺我啊。那你韩国瑜，你想或者你韩国瑜跟卢秀燕，你们想要逼迫郑丽文去接受你们的版本，他可能挟持的马文君，挟持的这个傅昆萁这些亲中派。所以我要讲的是，你不要被挑拨了啊！我挑拨什么？国民党的立委都支持郑丽文都支持郑丽文了好，那因为一直在那边挑拨。好，我知道那个条件，我知道那个能力，表示郑丽文定为一尊的啦。国民党的立委都支持郑丽文都支持郑丽文了好，那因为一直在那边挑拨。好，我知道那个条件，我知道那个能力，表示郑丽文定为一尊的啦。对啊，好了，那韩国瑜这个访美也是白去了啦。你两位双簧唱完，你的立法你去回来，你没有人听你的，你去了美国也没有用啦。做商务舱也没有用了。所以我要讲的是，韩国瑜如果这样，那他等于韩国瑜现在的高光时刻，当然很多人现在说拱他出来选总统，但我认为他不会了。因为什么？因为你当他的这个最高的高光就是他回来的这一刻，因为接下来他就要主持议事了嘛，议事你就要中立嘛，那这个时候他也不太可能真的有太多自己的意见。可是这整件事情，那国民党未来，尤其在2028，然后到底谁能够代表国民党？因为这牵涉到包括跟2026啦，所有这些大概都会有一些联动性。可是这跟所谓的蓝白合之间，国民党2026要打得怎么样，蓝白合一定也很重要。但是最近一个竹北是不是让蓝白合之间会出现一个破口？尤其是你有没有发现？来，慧珍，让你先看一段柯文哲主席跟黄国昌主席他们讲的话，因为柯文哲最近频频发声，尤其在竹北，是那个态度硬到铁板一块。为什么会是这样？先让你看一看柯文哲前主席跟黄国昌主席说法。来，老实说，台北队是我最不担心的一个。刚才黄国昌说他最不担心，这就变成我最担心的地方。复数选举哦，最怕不担心，因为他的这个很可怕。所以我们过去这种复数选举的经验，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会落选，说会当选。所以刚才黄国昌说他很放心，他一讲话我就很担心的。画面大，我啦，都是务实的，以前务实科学。从过去的投票行为这种东西，其实这很简单嘛。那现场两位那议员今年要选嘛，林涛，你会不会对你的选情一点都不担心？你一定会上？没有，我们很焦虑，我们很希望说这个民意的支持呢，在4年，我们对于很多的选服跟政策可以转化成大家对我们的支持。OK， 将军，我上次倒数第3名了，吓死我了。对，每天都要很努力啊，怎么会不担心 ？OK， 但是。那慧珍不管怎么样，黄国昌是主席啊，对，他也许是要激励他们自己的台北队或什么，对。可是再怎么样，柯文哲你上来直接打我的脸，然后在竹北这一块也是柯文哲态度硬到爆啊。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哦，黄国昌，我不知道他是讲真的还讲假，因为今天尤其又有美岛电子报民调出来嘛，民众党的支持度剩7%哎，然后第二个年轻族群20岁到29岁的。原本都认为是民众党最大的支持，就没有现在不是，现在支持民众党的好像也只有20几%，民进党还比较多，有40几%，讨厌就20到29岁讨厌民众党的超过50%，53%，然后讨厌这个年纪讨厌国民党的54%，已经快要追上，所以。你就会知道说民众党现在它的整个有崩盘的一个情况，那所以我就不理解为什么黄国昌要讲这样的话。可是你看他一讲出来，陈佑成马上就补了一句啊，他说事实上呢，上一次啊，是还有母鸡带啊。就这一次是没有母鸡在，没有母鸡在的情况之下，你还要你还提了4+2，所以他就会觉得说，你这样子感觉上，这也难怪他一讲完话之后，柯文哲马上就刁他嘛。那柯文哲为什么要刁他？这是柯文哲的生死之战当然只有民众党在整个全台湾选得越好，柯文哲他的官司2审才会越来越安全。如果你到最后如果以7%来讲，搞不好不增反减，那柯文哲。他势必人家要和就是他可以带的人，或者可以画他的跨 plug 的空间就要越来越少嘛。这也回推到
为什么是竹北？为什么？因为竹北在上一次他总统大选的时候，他是拿了38%的一个票，拿最高，而且他自己本身也是就是地头蛇，所以他认为哪边都可以怎么因为什么样的种种原因而减少，但竹北这个滩头我绝对不让。可是你说你绝对不让，我想请问一下，你的邱成远是深耕竹北的吗？不是啊，他之前好像还选中和还是永和，就是新北的，对，所以他事实上是因为代理高虹安的他副市长代理，然后所以他才被塞到那个位置。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你说另外一个那个吴旭志，虽然我比较不熟悉他，但是人家是地方的他是地方议员，而且据说他也是好像有签生死状，他为了要这个选议员，所以呢，如果这次他要选那个竹北市长，对，他就不能选议员了，所以呢，而且国民党的初选都结束了，对啊，4个人选一个啊，是，所以这就代表人家可是对，如果这个就没有，这个就真的都没有，可是没有办法，你们家再怎么样，你们缺了我。徐新颖可能也选不上，对，竹北反正现在就是大家常常狭路相逢勇者胜啊。对，但是柯文哲摆出来的态势就是这样。为什么要让你柯文哲？如果人家有地方经营的基础，而且不要忘了，他跟徐新颖关系也非常好，都是那个宗教的大弟子哦，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你柯文哲你可以用花的啦，我不管。可是我觉得人家初选都选完，而且你们之前没有谈蓝白合，那你说你要这样相撞，如果有徐欣怡的加持的话，我不认为就是国民党会有退让的理由。如果有徐欣怡的加持的话，我不认为就是国民党会有退让的理由。阿川，简单的问一下，你有没有觉得柯文哲最近一直频频发话，他在拿回他以前的所谓的主导权吗？政治发语权跟主导权？不是，他们两个柯文哲跟黄国昌对民众党的想法不一样。那柯文哲想要玩的就是小党的杠杆，他可以接受绿白，也可以接受蓝白。黄国昌没办法，黄国昌就是把整个民众党带去国民党，他这个战略很清楚，所以竹北的部分，黄国昌讲得很白啊，他说他跟曾丽文讨论过，对，曾丽文有承诺啊，他跟曾丽文都已经讨论过了，那讨论了什么？结论是什么？结论是什么啊？他不敢讲啊。那柯文哲就说，反正我邱成远就要选到底。那柯文哲讲得很清楚，邱成远就是选到底。那徐新颖就是徐新颖，如果介入这件事情，徐新颖也要倒。徐新颖如果叫邱成远不要选，公开叫他不要选，那民众党就不会支持徐新颖嘛。那徐新颖回头跟他的师弟讲，说啊，你们国民党初选4个初选是你们的事啊，反正我们就是要支持邱成远。那整个竹北他还是挂掉。所以对竹北又是新竹县最重要的一块。不对，比如说对他的对手来说，郑朝方来说，郑朝方是竹北市长，郑朝方是竹东人。这2个加起来大概就决定了新竹县。对，所以对徐熙颖来说这一题也是夹在中间，他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嘛。但是我相信黄国昌已经退让了啦。我觉得黄国昌已经答应郑丽文说邱成远不会选邱成远不会选是好几次啦。他新竹那个什么基隆没有选啊，基隆没有选后来去新竹市当副市长啊。所以伊是想要选还是想要做无同啊？有人喜欢选，有人喜欢做啊，不一定啦。所以这个每个人的盘算都不一样。你们知道这个民众党在竹北最强的是谁吗？李珍秀。李珍秀，你还记得他前党员吗？李珍秀跟另外那一个什么，他本来不是有一个要选李珍秀做他的特助吗？后来被民众党开除党籍。林冠联啊，因2个人竹北啊。当时竹北是李珍秀在经营的呢。怎么又想到李珍秀？对啊，你心里你还有追踪人家，你还有在看他的直播吗？我的意思是说，邱成远到竹北就是空降那他就是说他对竹北不熟，因为他是在新竹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其实很明确的啦，就是国民党那一个提名的会选到底的啦。那邱成远要选不选，就是柯文哲在塞奶年啦。那塞奶到最后，个人认为邱成远会退了。OK，那也达到黄国昌就是反正规瓜拢给挂去
国民党啊。那你说台北市很简单，台北市迄6个拢交黄国昌无关的呀。哦，难怪他讲话讲的这样。迄6个拢柯文哲的呀，你柯文哲你比做好，柯文哲你起你比做好做好吗？老大你市长做很好啊，这8个人，这6个人没有问题啦，你做那么好，有其他4个连在，对不对？都是你的子弟兵，没有问题，一定过了，都不用母鸡也可以过。都不用去靠蒋万安了，为什么靠蒋万安？这个一定会过的，所以6个人都有信心的嘛。那6个都很有信心啊。哭了。你就是看柯文哲讲这句话的时候的表情是什么？柯文哲没有在开玩笑呢。他是啊，很害怕。柯文哲如果以前他是在开玩笑的话，他讲完之后就呵呵呵呵，没有，他讲完之后是很紧张的呢。所以他这个事情，你只要黄国昌要甩锅给他。台北市如果选不好的柯文哲的代志嘛，新北选不好的黄国昌的代志嘛，新北黄国昌有信心中调嘛，新北一归黄国昌有信心中调嘛，新北那几个叫什么名字？不记得，很难记。所以阿川的意思是说，黄国昌是给柯文哲低级红啊，就是亏他嘛，对，说你政绩斐然嘛，对，所以我们台北市一定全垒打嘛。我只记得那个家乐福哥哥。戴林涛，简单回应一下，对国民党怎么办？柯 P 如果态度踩得这么硬的话。我觉得这竹北当然蓝白有他自己我们本来的机制，但是我必须讲一件事情选举的人不是政党推荐你就抓呢，是你自己要有政治动能，你自己很想选，自己很想服务呢。如果这样子看起来，国民党的那一个吴旭智是吴旭智是很蓄势待发嘛，那可是邱成是好像自己普普没有一定要选，然后现在是被柯文哲主席逼上来，那我觉得在这样子的这个主动的动能来讲。我觉得国民党可能选在竹北动能会强一点。OK， 未来竹北那也是大家注目的一个焦点。那当然，全国各县市来看的话，那差不多都已经就定位了。未来这场选战到底会怎么样？大环境之下，包括立法院、那政党之间，那包括不管是无人机啊这些攻防，未来又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新闻这边》，我们明天见，拜拜。